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战国传承一代》。可能很多小伙伴最熟悉的是《战国传承三代》，一代没玩过。对于没玩过的小伙伴，我要恭喜你啊！你童年节省了很多宝贵的游戏币和时间。本作出品于1991年，《战国传承》这个系列游戏一代、二代和三代的差距实在是过大，你很难能够联想到这三部作品是一个系列的游戏。这里出现的僧人是给咱们增加攻击力的。这个广告牌可以啊。其实这款游戏从系统创意的角度来讲，还是不错的。但非常可惜，它糟糕的手感差点就毁了一切。如果一款游戏的初代素质是这样的话，那很有可能咱们是见不到后续作品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款游戏还是继续做下去了，以至于到最后做出了经典的三代。现在所在的场景大家可能也看出来了，就是某个大桥啊。如果一款涉及到末世题材的游戏没把这个大桥毁一遍的话，那很有可能这款游戏是不大合格的。这里打一个小 boss， 看装扮有点像变庆，传说他是在京都的五条大桥和过往的武士强行比武，然后抢人家的太刀。这里我得到了变身的道具，所以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系统。咱们一共可以拿到3种变身的道具，分别是武士、忍者和人犬。这3种变身道具每一种可以持续60秒的时间。除了变身的道具之外，游戏当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具，就是宝玉。宝玉一共有5种。如果咱们是普通的形态，那么捡到红色的宝玉是得到太刀，蓝色的宝玉是二刀流，紫色的宝玉是圣剑，绿色的宝玉捡到几个之后会回血。有的资料显示捡到10个才会长1滴血，有的资料呢说是捡到5个就会长1滴血，这可能是不同版本的区别。另外还有一种黄色的宝玉，捡到之后人物会发出远程的攻击。如果是在变身的状态捡到了具有攻击效果的宝玉，那人物的攻击动作也会发生变化。这一点需要好好的利用，毕竟游戏的难度比较高。刚才打出了女神，女神是给咱们回血的。游戏当中，如果你变身的时间利用的比较好，那游戏的难度会稍微下降一些。变身之前，不仅要考虑你的变身效果，还需要考虑捡到的宝玉的情况。宝玉出场的位置是比较固定的，而且每种宝玉，尤其是具有攻击效果的宝玉，都是有持续时间的。所以这款游戏非常考验玩家的背板能力。如果你想打得轻松一点，那么在什么位置出现变身宝玉，什么位置出现你需要的攻击宝玉，都是需要玩家记下来的。想要通关的第2点就是熟悉这款游戏的打击判定。
游戏的手感毕竟是比较烂的，但越是这样的游戏，它的玩法就越单一。固定的敌人需要固定的打法，甚至需要你固定的攻击动作。这里是第一关公路的 BOSS 忍者大师。忍者大师这个名字，我想起了之前给大家录制的《圣十字架2代》，里面就有忍者大师这种敌人。人物普通形态下，这个攻击动作大家注意是一套，左拳右拳，然后最后一个脚作为收尾。这些动作每个动作的攻击判定都是有区别的。根据我的体会，最好用的攻击判定就是出手的第一下，还有最后脚收尾的这一下。出手的第一下攻击距离特别远，而且攻击发生的速度很快。收尾的踢腿这一下，它的攻击前摇时间就比较长了，招式发生的速度比较慢。但是一旦它的攻击判定出现之后，它的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，而且如果把敌人堵在角落，是可以造成一个多段的伤害。所以说这款游戏攻击动作看起来比较粗糙，打击感看起来也不太好，但实际上它的攻击判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伙伴感觉动作出现之后打不中敌人，就是因为很多动作的攻击判定不是那么强，攻击的距离很近，或者是出现的时机比较晚。我现在变的是忍者，忍者的优势就是它的速度，忍犬的优势是它的体型，武士的优势是手里始终都有武器。游戏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打一些精英怪还有 BOSS 的时候，和它进行窜线，用 Y 轴。这里给咱们附加了强力的攻击效果。这种红色的武士难度还是比较高的。打这种家伙，如果咱们是普通的形态，就要利用 Y 轴。我现在的攻击动作就有远程效果。这种蓝色的武士有两种，一种是背后有旗的，一种是没有旗的。有旗的会跟咱们长时间的进行战斗，没有旗的进行一次试探的攻击之后就会逃跑。这里这个家伙是忍者大师的2形态。第2关的场景是在地铁，这就是没有旗的武士，有一个跑了。手里拿的武器刚才也介绍了有3种，其中攻击力最低的就是太刀，高一点的是双刀，最强的是圣剑。但是这个攻击力的差别也不明显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，讲述的是400年前，有一个有野心的大明，被2位富有正义感的武士击败。被击败的时候，这个大明就说自己400年之后会回来的。那时间来到了400年之后，这个邪恶的大明得到了阿修罗的力量，并且带着一个空中浮游的城堡又出现了。所以这款游戏的战场就频繁在现实还有幻境当中切换。这个邪恶的大明我不说，大家也应该知道是谁啊。信长表示你直接念我身份证得了。
还什么空中浮游城堡啊，就是安土城啊。咱们的2个主人公在街机时代是没有名字的，但后来这款游戏移植到了家用机的平台，2个主人公也有了名字，分别是丹和比尔。但是这不重要啊。大家注意远处这个城堡，看着就是安土啊，是不是5层啊？这些敌人是不是幻魔呀？我能不能用出一闪啊？鬼武者直呼内行。游戏的流程长度是6关，其中最后1关基本上只有1个 BOSS 战，但是前5关的长度就长达40分钟以上。这里又是一个忍者大师，看起来换了一个配色。我手里的武器到时间了，持续的时间好像是半分钟左右，其中黄色宝玉持续的时间更短。获得了一个武士的变身道具，还是变了吧。被忍者打了一发手里剑。刚才这个家伙是雷神吗？变身的道具里边，我最喜欢用的还是武士。感觉人犬不是很好用，它的攻击动作、攻击判定比较弱。捡到宝玉之后会好一点。对面的这种武士还总有防御动作。这种杂兵的翻滚是有攻击判定的，极其讨厌。我这时间就到了呀，每次就1分钟啊，这也不符合人设呀。跑了，打这种武士还是要窜线的，最好利用的就是平 A 的第1下，或者是最后1下。其他的动作你是打不过对面的，对面的攻击距离比你远。第2关的 BOSS 战，第2关的 BOSS 是天狗，但是看起来没有戴他标志性的面具。BOSS 跳跃这一下是非常弱的，咱们可以利用一下，打1拳换一个地方。有小伙伴可能会想，大叔你为什么不变身啊？战斗过程当中使用变身还是比较危险的，因为你变身的时候不无敌，而且这游戏没有 AB。比较好的无敌时机就是咱们捡宝玉的时候，但是打 BOSS 的时候又没有宝玉。这个 BOSS 2形态比较厉害的一招就是冲撞，远程这一下前腰时间比较长，咱们注意走位就比较好躲了。冲撞的话，注意用平 A 来封。平时站位就是和他稍微窜一点线，这样你能够打到 BOSS 打不到你。这可能是咱们唯一有优势的技能了。宝玉在屏幕上持续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。
刚才剧情看到的3个人，大家应该也能够对上号。中间坐的应该就是信长，左边的是森兰丸，右边的应该是农机。第3关商业区。打这个武士的时候，竟然还可以用出舞蹈曲。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噬魂。噬魂2代里边，如果是中了武器破坏技，那么在对手站立用刀砍你之前，你摇一个后下前，就可以来一招舞蹈曲。空手夺白刃，用双手把对面的刀刃夹住，然后把对面摔倒。我想起了某个天王啊，他的人设就是100%会被空手接白刃。真是悲催的人设呀！手里的武器就是摆设。其实这种敌人手里有武器的时候，我感觉更弱。因为他用拳头的话，攻击的速度太快。刚才把血量回满了。这款游戏的血量不用太在意，经常被敌人摸2下就没了。拿到了一个变身道具，短暂的无敌了一会儿。玩到这儿，我才想起来这款游戏是可以双打的。但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和人合作过这款游戏。当年偶尔看见这个机台，也没人会合作一起玩的。别说合作了，投币的都少啊。2代玩的还是有一些人。因为2代算是本作的改良版，游戏素质要强了不少。来了2个精英怪，明显就要个个击破了。远程攻击是有概率被他挡回来的。这个持续时间不长，要好好利用。但是这款游戏没有跑动的动作，右边刚才有一个忍者一样的敌人，但是被砍中了一刀之后，走位跑了。也可能是在屏幕的边缘，直接一个刷新刷没了。这个敌人可以呀，给我多来几个，我要打10个。同样的，利用他跳跃之后的硬直。打他们还有一种打法，就是他跳起来之后，咱们飞腿。
不同的敌人一定要比较严格的采用不同的攻击方式。这里用2个宝玉混了2个无敌。剩1个就好办了，跳跃攻击就可以。绿色的宝玉也没有一个计数啊，有计数的话，我好知道吃几个才能够再加1滴血。这里是本关的 BOSS 幻影。背景上能够见到他的家纹，这个家纹我不认识，看起来是8纹的一种，但8纹一般都是3个，他这有4个。变一个忍者，变忍者是因为这个 BOSS 的跳跃距离比较远，使用一般的角色追不上。如果是普通的形态，就要跳跃打。跳跃的距离一定要掌握好，跳早了的话，你落地之前会被他的刀砍下来；跳晚了，那直接就会被砍。只有你跳跃的距离正好，跳过去的时候，他挥刀正好砍空，然后你一脚踢到他，抓了个机会，打完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